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只要人性当中依旧存在自私、贪婪的特性，那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就会永不停息。不是你昨天得罪我，就是我今天报复你；不是你今天受到伤害，就是我明天被人针对。反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缓解。谈到报复这两个字，很多人都会说，被人欺负就算了，又何必报复别人？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人没必要当温顺的绵羊，有些时候当一只有刺的刺猬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更何况有些报复并非是奸恶的，而是合理适当的。这就是所谓的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报复一个人没必要明着来，暗中做到这几点，那就赢了。一、冷眼相待，别有情绪。俗话说，斜着冷眼观螃蟹，看它横行到几时。有些人确实很强大，有钱有势有背景，难道说就能强大一辈子吗？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可以强大一辈子。强弱基本会时不时更替，一个变动过来，也许某些人就垮了；一个市场波动过来，也许某些人就破产了；一个危机过来，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就被拉平了。所以说，越是看某些仇人不顺眼的时候，越要按捺住那一颗躁动的内心。只要你没有情绪，心平气和去看待某些人与事，那你基本能笑到最后。要知道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没有谁可以一直好下去，也没有谁会一直坏下去。这世上永恒不变的，就是万事万物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。在报复一个人之前，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。我想，心态好，一切都会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二、绵里藏针，以柔克刚。人与人之间的较量，那是很有意思的，就跟拳击一样，别人一拳打过来，你该怎么接？很多人都会选择硬接，跟别人硬碰硬。一般来说，硬碰硬除了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，基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。与其硬碰硬，跟别人两败俱伤，不如以柔克刚，巧妙御敌。真正的以柔克刚，不是让我们变得懦弱，而是让我们变得如棉花一样，别人一拳打过来，我们不仅接住了，还轻松地化解了别人的力道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在棉花当中藏一些针，那它们不仅伤害不了我们，还会被这些针刺伤。绵里藏针基本上是百试百灵的，尤其是在职场当中，以柔克刚、绵里藏针都是特别好用的招数。表面上以打太极的柔和姿态去对待别人，背地里埋一些雷，或者借力打力，就能让很多人吃大亏。报复不是所谓的两败俱伤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让别人措手不及，落于下风。三、该决则决，切勿留情。古人有言，慈不掌兵，情不立事，义不理财，善不为官。太仁慈的人不适合带兵打仗，太重感情的人不适合去做事，太重义气的人不适合去管理财富，太善良的人不适合走仕途这条路。这个道理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。有些人手段不够，哪怕去到一定的位置，也会被人轻易取代。有些人的心不够狠，就会在生意场上被人割韭菜。在春秋时期，宋襄公跟楚国大战，明明可以抓住时机，在渡河的时候击溃楚军，但宋襄公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等楚军过河后，才跟对方摆开阵型较量。后来，宋襄公明明可以趁楚军阵型不稳，击败楚军，但他还是没有这么做。结果就是迂腐且妇人之仁的宋襄公，
被楚军打败，自己也被飞箭射中，不久后病重身亡。你不抓住时机，对别人狠心，那别人就会对你狠心。该狠的时候，千万不能留情，不然就会放虎归山，必留大患。4. 默默赚钱，闷声发财。有些人会感慨，我既没有果决狠辣的内心，又没有心计和谋略，难道就只能被人欺负一辈子吗？未必如此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他们没有走仕途这条路，也没有赚大钱、争名夺利的需要，那他们就算缺乏心计和谋略，也问题不大。只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做到，那就是默默赚钱，闷声发财。人在江湖，该有的实力还是不能缺少。所谓弱小就要挨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现在别人看不起你，是因为你钱财不多，实力不够。等有一天你财富自由了，别人抱你大腿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欺负你呢？比如说一代名相苏秦，地位卑微的时候，连亲戚都欺负他。等他配6国相印之后，兄弟姐妹、亲戚、邻里乡亲都来跪拜他，喊他大人。这就是有实力跟没实力的区别。有钱有酒真兄弟，患难何曾见一人。让你永远不受人欺负的，是你所拥有的物质实力。再友善的人，也不可能和所有人相处融洽，总会跟人有矛盾。不理会、不计较、不在意，不是软弱，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蔑视对方。一个人只有自己有能力了，变得强大了，变得优秀了，才能与他人更好的赛跑。努力提升自己，默默地钻研自己的技术，通过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去占领市场，让对方无路可走，这就是最好的报复。想让一个人输得心服口服，从此不再打扰你，不再敢伤害你，你就要变得足够的强大。人生路上有很多小人，其实都是欺软怕硬。当你变得强大了，有能力保护自己时，任凭谁也不敢再轻易伤你分毫。没有人的生活一帆风顺，也没有谁的人际交往是和和美美的。人生路上总会遇到伤害你的人，别害怕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提升自己，强大自己，经营好自己的生活，努力让自己活得更好。时间非常宝贵，别为烂人烂事而浪费时间。未来的路上充满了风雨，你越强大，越能保护自己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